你可能见过日出的壮观景象，但你一定没有见过地出，就是地球在天空中冉冉升起。1968年的平安夜，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执行人类第一次飞行任务。当3名宇航员绕行在月球轨道时，看到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升起，这是人类第一次目睹这一震撼的景象。宇航员们与地球人连线，实况直播，朗读了圣经的开篇前10节经文，赞叹造物主的神奇。大家好，欢迎来看我的视频，我是 Lydia。圣经的第一卷书名叫《创世纪》，记录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。这卷书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开始的故事：世界怎么开始，人类怎么开始，以色列民族怎么开始。开篇前10句正是阿波罗8号3名宇航员绕行月球轨道时，向地球人连线直播时朗读的信息。我们在地球上都爱看日出，欣赏太阳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壮观景象。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是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，前往另一个天体月球的太空飞行任务。1968年12月21日，阿波罗8号升空，花了68小时，将近3天到达月球，刚好于12月24号平安夜进入月球轨道。指挥官 Frank Borman、指挥舱飞行员 James Lovell 和登月舱飞行员 Bill Anders 3名宇航员在20小时内绕月球运行了10圈。期间，他们第一次目睹了地球从月球的地平线上升起，就是地出。他们被眼前悬挂在天空的蓝色大理石般的迷人地球所震撼，心生敬畏，赞叹造物主的神奇。他们在绕行轨道上跟地球人连线，进行了一个平安夜电视直播，展示了从阿波罗8号上看到的地球和月球的照片，并轮流朗读了《创世纪》开篇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10节经文。该直播是当时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，全世界有1/4的人在观看。阿波罗8号的绕行意义重大，为第2年阿波罗11号第一次成功载人登月铺平了道路。我们现在来看阿波罗8号机组人员向地球人发送的平安夜问候。所有地球上的人，阿波罗8号的机组人员有一条信息想要发送给你们。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。这是头一日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称空气为天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2日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聚出为海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我们阿波罗8号的机组人员，祝愿在美好的地球上的你们所有人晚安，好运，圣诞快乐，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。由于版权的原因，我没有用原版视频，我会把美国宇航局 NASA 制作的当年直播的视频链接放在留言区里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。这10节经文讲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。第1句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宣告：起初，神创造天地。希伯来原文是7个词，中文刚好也翻译成7个字。大家要注意7这个数字，在圣经里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，代表完全、完美、完整。所以西方人最喜欢7，把它视为幸运数字，称它为 Lucky 7。上帝用6天创造世界，第7天休息，整个周期是7天。7天创造完成后，我会重点说到幸运数字7。这句话的结构简洁明了，交代了时间，然后主谓宾结构。这一宣告不仅告诉我们是上帝创造了天和地这件事，还告诉我们这个创造有一个时间上的开始。宇宙有没有一个开始呢？这曾经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。一方面，圣经在几千年前就说这个宇宙是有开始的。受圣经的影响，在西方文化中，
宇宙并非永恒存在，而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而生的这种思想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。而这种思想与科学相悖，因为科学界普遍坚持宇宙和物质是恒定不变、无始无终的。究竟哪一个对呢？没有答案。直到1927年，比利时天文学家、宇宙学家勒梅特首次提出了 Big Bang 宇宙大爆炸的假说。1929年，美国著名天文学家、被尊称为星系天文学之父的哈勃，通过观测实验证实了勒梅特的假说，提出了哈勃定律。他从观测到的绝大多数星系的光谱线存在的红移现象，推导出宇宙膨胀说，就是说星系都在互相远离。1964年发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支持大爆炸确实发生的重要证据。大爆炸理论因而被科学界普遍接受。大爆炸理论认为，宇宙是由大约137亿年前发生的一次大爆炸形成的。宇宙起源于一个起点，即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无尺度、无维度，却包含了宇宙全部物质的一个存在又不存在的点。宇宙及空间本身由这个点爆炸形成，这说明宇宙有一个开始。好复杂呀！我不是说宇宙大爆炸理论就是宇宙起源的最终定论，其中还是存在很多的未解之谜，将来它仍然非常有可能被修正。我是想说，对比广袤无垠的浩瀚宇宙，人真的很有限，很渺小。科学在不断发展，人类也在发现越来越多的科学奥秘，但科学和信仰并不矛盾。实际上，现代科学的发展正是源于对造物主智慧的探求，因为只有当造物主按照他的旨意和智慧创造宇宙，赋予它规律，科学才能够去研究这些规律。因为科学只能够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，科学不能改变规律，也不能够创造规律。这开篇第一句寥寥7个字，语言直接平实，但是语气呢坚定有力，不可辩驳，符合上帝该有的霸气。这里的天用的是复数，好几重天，包括天空、太空等等吧。上帝创造天地只用了一句话带过，之后就没有再说天，瞬间来到了与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地上。一开始地是空虚的，一片荒芜，没有东西，空的 empty， 也是混沌的，没有形状 formless， 没有秩序。地球的表面被深水包裹，周围弥漫着黑暗。上帝是个灵，他在水面上方盘旋，准备着手整理这个地球。哦，不对，不是用手，是用口。他是怎么做的呢？只用一句话，说有就有了。上帝先处理黑暗，他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真正的无中生有。上帝看了觉得好，就把光和暗分开，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了昼夜交替，这就是地球时间的开始。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一天，通常是指从早上到晚上，或者是从夜里12点，就是0点，到第二天夜里的0点。然而犹太人的一天完全是按照上帝的分法，他们的一天开始于日落之后，结束于第二天的日落，通常是晚上6点到第二天晚上6点为一天，先晚上后早晨。上帝创造的每一天都以这句话结束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几日。这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是7个词表示完整。第二天要处理这个大水深渊，上帝还是用说的，创造出了一个空间，也可以叫苍穹，这里中文翻译成空气。用这个空间把水分为上下，空间或苍穹本身呢就称为天。这里的天是指我们看得到的天，天空。我们知道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之外还有天，就是太空。第一节上帝创造天地的天是复数的，是指包括地球在内的整个宇宙空间。第二天创造完了之后，
还是用这句话作为结束：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2日。水被天空分为了上下，但地上还是被水包裹的，只是没有那么多的水了，而且可以看见天空了。所以第3天，上帝开始整理地上的水。他说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。上帝一讲话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上帝称旱地为地，称水为海。地面出现了高山低谷，水汇聚到一起，但还是连着的。地球变得好看了，海还可以调节气候，就像一个免费的大空调，使很多地方都适合住人。至此，上帝用了2天半时间，3次说话，使用分开的方法，使世界变得井然有序，适合生命的生存。第1天，他分开了光和暗；第2天，分开了天和水；第3天，分开了海和地。现在，上帝已经完成了他的整理工作。地球从一个空虚混沌、被黑暗笼罩的大水球，变成了现在这样，既美丽又实用。以上就是阿波罗8号宇航员在太空对造物主的致敬。不知你们听了圣经开篇这10句话感觉如何？我觉得还挺像是上帝做事的方式，开天辟地，创造宇宙这么大的事，就这么轻描淡写，数笔带过。程序大概是这样的：神说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几日？有计划，有目的，有秩序，干净利落，从容不迫。上帝的创造一共只用了6天时间，第7天休息。我邀请你继续往下听，看在接下来的3天半里，上帝要在他创造好的环境里安置什么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是 Lydia， 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